夜晚，一道人影偷摸出门，一刻钟后出现在了欢乐街伯乐坊的大门口。你们两个是专门守门的吗？不是，我们轮守。姐，你今晚来逮人吗？你多大了？20。余化愣住，一句兄弟你长得也太捉急了吧，差点脱口而出。姐，问我年纪干啥子？莫非姐是有妹子要介绍给我？兄弟你真敢想啊，我就算是有妹子也不可能介绍给你啊。我没有妹子介绍给你。说完就走了。大哥，他这是被我吓到了。你也不看看你是啥磕碜样。咱们是兄弟，我磕碜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有媳妇儿。半个时辰后，余化从袖口里摸出一个小布袋，将自己赢来的筹码装进去，边装边数。余掌柜，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呢？你直接全部装进去，一会儿换成银子的时候再数不行吗？行吧，我不赌了，你们玩好啊，回头记得来照顾我的生意啊。余化走前还不忘记拉一波仇恨。哎呦，姐，你赢的。我抢的。嘿嘿，姐今夜的手气不错呀，这里少说也有1000两。姐，要不要雇佣一个人去送你啊？不贵，1两银子。不用，我要银元宝，或许金元宝也行。换筹码的人看向霍天，给他换金元宝。姐，你真不需要人护送啊？那有几个人盯着你嘞？几根麻杆能成什么大事？余化估计知道自己被尾随了，他带着人去了一条漆黑无人的巷子，一袋金元宝被他丢进了空间。尾随的几个人快速地拐进巷子，看到站在巷子里等着他们的余化，几个人微愣。这娘们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好人呐。识相点，将你们身上的钱财丢过来。这娘们咋还抢我们台词啊？哥几个只劫财，识相点，将你从伯乐坊赢的银子交出来。你要是不识相，哥几个一会儿就不客气了。哼！余化嗤笑了一声，废话不多说，放下手，抬脚走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哎呦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将你们身上的钱财掏出来。几个人忍着疼痛，非常听话的把身上的钱财摸出来。余化接住钱袋子，真穷。我们不穷能打劫你吗？你们自己去衙门自首，就说你们抢劫，我掐指一算，你们肯定是惯犯。这个吃下去，一人1颗，快吃，不吃再打你们一顿，打死算了。我们现在就去。几个人连滚带爬，争先恐后的离开这里。柳进三从拐角处出来，看着离去的余掌柜，有点意思。娘，你昨晚偷牛去了。翌日，啪啪啪，杨子竹站在娘的房门前使劲拍门，门一个劲的在颤抖。二哥，你拍轻点儿，门都要被你拍破了。我已经很轻了呀，你还让我怎么轻啊？昨晚做贼去了的余化被拍门声吵醒。娘，你昨晚偷牛去了。啪，从哪里学来的偷牛话？毛巾那里。说话有啥不对吗？此牛非彼牛。那是啥牛？牛不都一样吗？此牛指人，懂？偷人？杨子竹捂住了自己的嘴巴。我以后再也不说了。孺子可教也。子燕，你带子竹子墨去外面吃吧，我再睡会儿。说着，从衣服的兜里摸出了钱袋。我身上的钱够用。那是你的零花钱。娘，你咋这样啊？我在你跟前你不给我，还要走几步过去给大哥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你粗心大意，给你弄掉了，回头喝西北风啊？揭人伤疤是不道德的行为。余化掐了掐杨子竹满脸肉肉的脸。子竹啊，为娘觉得你应该控制一下饮食了。照着这个长肉的速度长下去，你以后大概可能跟那杨梅一样圆溜溜的。我才不要长得跟她一样呢，丑死了，嫁都嫁不出去。原来我家子竹以后要嫁出去啊。为娘知道啦。
才不是呢，我是男子，我怎么可能出嫁呀？娘，你又想逗我玩，好讨厌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背上书包跟你大哥一起去吃早点，磨蹭迟到，夫子该罚你抄书了。快走快走，不能迟到了。看着咋咋呼呼的老二，沉稳安静的老大老三，余化笑了笑。余善门口站着几个人，其中一人余化觉得有点眼熟，但想不起来他是谁。柳敬三见余掌柜不认识自己，并未觉得奇怪。余掌柜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。余化瞥了这人一眼，没有理会。还三秋？秋个鬼！排在第一的是柳敬三，他说了自己想喝的汤后，非常自觉地交钱，然后进去里面坐等。订完明天的汤，他开始炖汤。柳敬三手肘搁在桌子上，手掌撑着脸，双眼盯着外面的余掌柜。余化被盯得浑身发毛，这种感觉就如昨晚一样。昨晚那个人是你？余掌柜在说什么？说说你的目的。女人太聪明也不见得是好事，一点也不可爱。余化见他不说话，便道：我瞧着你面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几个月你抓过一个扒手。这么一说，余化就想起来了。你是那个人口中的三哥，斧头帮的人？柳敬三，斧头帮的帮主。这个风一吹，可能就会被吹跑的帮主柳敬三，实际上是个狠角色。柳帮主今日来我这儿，是有什么事情吧？太聪明又直白不是好事。柳帮主说说你来此的目的吧。三言两语说不了，等余掌柜上午结束的时候，找个地方详谈，我请客，边吃边说，怎么样？行。不知道是不是他有点背，在飘香楼门口恰巧碰到了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张新梅。不冷吗？出于好奇，他在张新梅开口前问了一句。张新梅怒视着跟前儿不素面还要比她出色的女人。张家酒楼不准你这种人进，赶紧滚！余化没理会泼妇张新梅，抬脚进去。可以上菜了，你去处理一下外面闹事之人。每次都是我。谁让你经验丰富？你家二狗嘴巴真厉害啊，怕是死人都能让他气活了。还行。三哥，人气走了。嘿嘿，余掌柜真是越活越年轻了呀。我感觉你在骂我。不，我是在夸你呢。二狗，你去催催厨房的人，让他们快点上菜。哦。柳帮主可以说了。我想与余掌柜合作。合作什么？不知道余掌柜有没有想法将自己的汤名扬天下？名扬天下？余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打算将飘香楼盘下来，想跟余掌柜合作开汤楼，我出人，余掌柜只需要出配方，当然最主要的秘方不需要提供，只要余掌柜将东西配好送过来就成。如何分？4-6，你4我6。柳帮主是在跟我说笑吗？5-5。不，还是4-6。不一样的是，我6你4。你就不怕我使用卑劣手段，让你在桃花镇待不下去？此处不留姐，自有留姐处。天下之大，我又不一定非要死磕在桃花镇这个小地方上，想吓唬姐，门儿都没有。5-5，你只需要提供你配制的独家料。听起来似乎不错啊。那买这个酒楼的钱算谁的？这个还需要问吗？难道不应该是我们2个平摊吗？那楼契地契写我的名字？余掌柜，你为何问的问题总是这般让人意外？余掌柜言之有理，楼契和地契我们一人占一方，如何？那我占地契。这个女人是真的精明。三哥，菜马上就来了。余掌柜，你是不是每天擦了什么呀？不知可否告诉一下，回头我买点给我家妹子用。天生丽质，并未擦过什么。谢二狗微张嘴巴表示羡慕了。饭后，谢二狗被迫跑腿，他拿来了笔墨纸砚还有红泥。余化念，柳敬三写。
今日写的就是两人合伙的协议，一式两份，两人签上名字，按上手印。我一会儿要去衙门一趟，你是要一起去还是怎么样？三哥，张老爷在隔壁包间等着你。那就麻烦于掌柜了。于化点头，抬脚离开。于化来到衙门，在门口与李兴碰到。于掌柜今儿个来衙门是为了昨天那几个人？于化摇头，同李兴一起进了衙门。那于掌柜来衙门何事？盖个章。于化将2张协议纸拿出来，因为有熟人，很快就办好了。昨晚有3个跟马杆一样的人来自首吗？不会是于掌柜你吧？他们昨晚想打劫我来着，被我打了一顿，为了点东西。喏，这是解药。于掌柜放心，这件事我不会告知大人。最近桃花镇有点乱，于掌柜莫要在晚上出门才是。于化点头。至于他晚上出不出门，看情况吧。晚上，博洛坊门口，于化进来扫了这2人一眼，径直往里走。全换了。声音有点糙，像中年大汉的声音。衣服是拿的杨琦的衣服，他给改了一下。多少一个的筹码？50两。简单粗暴。好的，稍等。换筹码的人拉开了放数值50两的筹码。点一下，黎贵概不负责。就这20个，还用数？他端着托盘上楼，半个时辰后，他又端着托盘下来。换金元宝。确定换成金元宝？确定。怎么1个2个都要金元宝啊？不嫌重吗？没一会儿，拿了12个金元宝出来。于化从袖口掏出布袋，这熟悉的动作让换筹码的人嘴角抽了抽。这2个人该不会是亲戚吧？这动作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需要护送吗？10两保护费。不是1两吗？他很快就明白过来，看来这个保护费是因人而异。10两银子给你，爷还不如去春风楼花10两银子找个好看的小白脸摸2下。于化说完大步走了。霍天一阵恶寒，没想到这个大汉居然有那嗜好。恶心完人的于化七拐八拐，在无人的角落进了空间。哪来的丑八怪？卷毛仔支棱起来，于化侧身一脚将卷毛仔踹飞了出去。是我。于化恢复了原本的声音。飞出去的卷毛仔，吱个声就行了，干嘛还要踹本事啊？茅草屋里的于化将门拴上，金元宝他放进了专门装金元宝的箱子里。看着这金灿灿的金元宝，他嘴角就忍不住往上扬。在茅草屋里换回女装后，他离开空间回家。于化走进堂屋大门，与在自己房门前的小黑影对视。子墨。娘。杨子墨听到娘的声音，嘴巴一瘪，向娘跑过去。娘，我做噩梦了，有怪物要吃我。梦是反的。于化抱着杨子墨回房，将子墨塞进了他的被窝里。那是我吃怪物吗？来，睡觉吧。娘，你为什么从外面回来？你去哪儿了？齐叔没回来，那娘肯定不是去隔壁。就在前院打拳，睡觉。再不睡我就打你屁股了。哦。杨子墨应了一声，闭上眼睛睡觉。娘身上香香的，闻着特别好闻，也特别催眠。要是说话不算话，就让我以后娶胖胖的媳妇儿。哼，三弟肯定又跑过去跟娘睡了。杨子燕被二弟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，也听到二弟的话。今天他得跟三弟谈谈了。都快7岁的人了，怎么能跟娘一起睡觉呢？大哥，三弟他又跑去娘那边睡了。他也想去。你已经9岁了，把你脑袋里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清理了。我想想还不行啊。哼，二哥，你盯着我干什么呀？你昨晚是不是又跑去娘的屋里睡觉了？我昨晚做噩梦了，梦见怪物要吃了我，我害怕，就去找娘了。大哥不是人吗？杨子竹，
你胆肥了是不是？居然敢骂我不是人！杨子竹回头看向大哥，你哪只耳朵听见我骂你不是人了？2只耳朵都听到了。三弟说他昨晚做噩梦才去的娘屋里，然后我说大哥你难道不是人？意思就是三弟害怕，明明可以找我们安慰，他居然去找娘。洗脸漱口了，闲的话就去帮忙烧火做早饭。以后不准去娘屋里睡觉，听到没？为什么？你又不是3岁小孩，你已经长大了。你是男孩子，不是女孩子。长大的男孩子不可以跟娘一起睡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可是我做噩梦害怕的时候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脚呀，脚他自己要往娘屋里跑。借口，你这是借口。二哥今天跟你讲，你是大男孩了，以后不能跟娘一起睡。再跑过去，脚给你打断。来吧，打断我就不跑了。要被气疯了，三弟绝对是在故意挑衅，偏生我还没办法。好气呀！二哥，你别生气了嘛。我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去娘屋里睡觉。我以后做噩梦就将二哥你叫起来陪我。你说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要是说话不算话，就让我以后娶胖胖的媳妇儿，然后被胖胖的媳妇儿压死。今早给你们做饼，带几个去书院，到时候让食堂大叔给你们热一下。好。子燕，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？杨子燕抬头看向娘，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子燕，我跟你讲，你以后要多说话，不能做一个别人说几句你一个屁都放不出来的人，你这样不会有姑娘喜欢的，到时候你会娶不到媳妇儿。娘，还是快和面吧，我现在才10岁呢，距离娶媳妇还有好多年。子燕，你们3兄弟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啊？我11月11，二弟9月25，三弟12月15。余化听完惊愕了一下，还好今天想起来问了一句，这要是不问，子燕跟子墨的生辰就要错过了。今儿你娘又给你们3兄弟准备了好吃的东西吗？今天娘给我们做了很多饼，王大爷可以拿4个，正好大爷一家4个人，一人1个，只能拿4个，要是拿多了我们不够分。行，大爷只拿4个。那谢谢大爷了。不用谢，赶紧去上课，别被夫子逮着了。院长苏青山跟蔡叔一起过来厨房讨热茶喝，远远看到从食堂跑出来的杨子竹，两人笑了笑。不用猜，肯定是子竹的娘给他们3兄弟准备了吃食。作为一个书院的院长，抢学生的吃食不妥。那一会儿别吃。那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不吃？王大海，今儿子竹那小子又拿什么来让你热了？院长这是狗鼻子吧？咋那孩子一拿吃食过来，院长就来了？这饼闻着真香啊，吃着肯定也好吃。王大海，一会儿你分半个给我吧。我也要半个。你们2个还要不要脸了？拢共就1个，你们1人半个，那我吃个啥？这里有14个，根据我对杨家3兄弟的了解，他们3个加上贺木木、毛巾，5个人应该是1个人2个，剩下4个刚好够你们一家人4口1人1个。你分给我们1人半个，你跟你婆娘1人半个，你俩儿媳妇1人1个就行了。怎么会有这般厚颜无耻的院长？为了一口吃食，脸都不要了。我儿子不就是打了一下李家那个孩子吗？他俩闹着玩，怎么就不让我儿子来书院读书了？这是院长的决定。我儿子……周围吃瓜的萝卜头们听完了赵氏各种说向德凯好的话，
一个个表情跟吃了屎一样。为啥会有这般厚颜无耻之人？是不是你挑拨我儿子跟李不弃的？巴拉巴拉的一大堆难听的话从赵氏的口中喷出来。请大婶把嘴巴放干净一些，这里是书院，不是你家，也不是菜市场，别以己夺人。你儿子是个什么德行，你没认清，我不怪大婶，毕竟什么样的种子种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，更何况坏种子也种不出来好东西。哇，大哥好厉害呀！相夫人，这里是书院，还请你别在这里瞎闹腾。是你儿子蛮横无理动手打人，还浪费粮食。你有什么问题或许不服，可以去找院长。如果你还要闹，那我们书院只能报官。一听要报官，转身过去扯着儿子的耳朵去找院长，嘴里还喷着粪水。果真是什么种子种出什么东西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都回去温书啊。苏青山同郭父子在太阳底下下棋，突然外面传进了污言秽语跟孩子的哭声，大致猜测到是何人了。哎呦，耳朵掉了，耳朵掉了！向德凯连忙爬起来咬了亲娘一口，啪！赵氏反手就是一巴掌。苏青山跟郭夫子见状连忙起身过来，苏青山掐了一下孩子人中，发现没用，连忙抱起孩子往外走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绝对不会罢休。你们书院肯定……闭嘴！我苏青山平时和声和气，并不代表没脾气。就你儿子德行，随了你一模一样，在书院欺负人，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屡教不改。说完，将向德凯塞进了赵氏怀中，自己送去找大夫。完了没气了，你就等着被你那个男人打死吧。要是儿子出事，自家男人真的会打死自己。他不敢再逼逼赖赖，抱着儿子去找大夫。去茅房嘘嘘的毛巾，在回来的路上看到院长抱着向德凯匆忙离开。向德凯那样子就跟死了一样，他冲回小班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向德凯被他娘打死了。这位大娘，我是掘了你家坟还是挖了你家墓啊？院长，向德凯他如何了？大夫诊断是向德凯的娘平时打孩子脑袋造成，与书院无关。如今也不适合在书院继续读书，从明天开始就不会来书院了。你将那个孩子的东西收拾了送过去。听完院长的话应了一声后，回去收拾向德凯的东西。这位大娘，我是掘了你家坟还是挖了你家墓啊？你冲过来是想撞死我还是想压死我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给孩子看两个男人妖精打架小黄书的亲娘。大家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赵氏，对赵氏指指点点。我撕了你的嘴！你想当猴，我可不想。拜拜了。余化躲开，快步走了。滚回去，再惹是生非，老子抽死你！爹一定要狠狠地抽，娘的老抽啊！今天差点把我抽进咱家祖坟里去了。余化回到家，3个孩子还没有下学，听到隔壁有响声，他皱了一下眉。杨琪回来了？哥，这家啥都没有，也太穷了吧，咱们还是去隔壁看看吧。呸，穷鬼一个，不仅穷还是个懒货，那菜都老成啥样了。哎呀，娘啊！梯子上的人仰后摔倒，身底下还垫了一个人。余化从墙上跃下去，脚踩在梯子上。这是要过年了，搞点东西好过年。两人心里暗道，这点儿真背。那姐，我们啥都没偷的，你放过我们俩吧。私闯民宅也属犯法。那姐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中间还有病重的老母亲。不是我说，你们的台词真的太老套了。你们是去见官，还是按规矩断手脚？什么时候定的规矩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今年定的规矩，你们不知道？余化一本正经的胡扯。去衙门还是断手脚？去衙门。余化弹了2颗药丸进他们嘴里，抬起脚道：
那就自己去衙门。不，你给我们吃的是什么？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那种能让人穿肠烂肚、痛不欲生的好东西。衙门里有解药哦。哥，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是不是真的？找个大夫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辗转了几家医馆，结果皆是一样，而且还听大夫说，前天也有3个跟他们一样的人，其中有一个大夫还说那3个人去衙门自首了什么的话。2人直接傻了，赶紧往衙门去。子竹，你老实交代，你今天在书院是不是又惹什么事了？娘，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我今天连吵架都没跟人吵过，我惹什么事儿了？二哥，你下午不是和我一起跟他们吵过一架吗？他们？说说吧，你们今天干什么了？杨子竹从中午食堂说起来，说到他了解的部分，说完后嘀咕了一句，也不知道向德凯是不是真的被他娘打死了。没死，好着呢。娘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死啊？自然是亲眼见到了。行了，你不是要出去玩吗？赶紧去玩吧，天黑前记得回来。杨子竹听到玩，转身拔腿往外跑。娘，齐叔回来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很喜欢齐叔啊？齐叔跟爹一样。你想要爹？杨子墨点头。那我给你找7、8个爹。爹一个就够了，多了不好。你喜欢他啥？像爹。余化的嘴角一扯，听到背后的脚步声，回头看到是杨子燕。你们齐叔长得像你们爹吗？不像。那子墨说他像爹。三弟那时候小，哪里记得？大概是觉得齐叔对他好，跟亲爹一样，所以才会觉得像爹。就是大哥说的这样，齐叔是真好，没有弄虚作假。远在深山里的杨琪打了一个喷嚏，旁边的相捕快瞅了他一眼。着凉了？没有。估摸着是谁在念他了，想到可能是余化，他嘴角微微上扬。今晚我们要是成功，就能回去了。这群人可真能藏。杨琪，这次你我若是能够抓到这群人，回头有知府大人的举荐，你明年去西城的路就会顺很多。这次可要把握好机会呀！于掌柜那人以后绝非平凡，你要是不爬高点，以后哪有优势挣得他？杨琪本来挺高兴的，听完相捕快的话，就感觉被泼了一盆冷水似的，有点拔凉。这小子真不经斗，不好玩。你盯着，我去就来。相捕快说完，往后退离了这里。杨琪没有回头看相捕快，眼睛死盯着前方远处的匪窝。这群匪抓不抓得到，他不在意。听说还有甘蔗，余化跟3个孩子肯定喜欢。于掌柜，有你的信。杨琪写的信？是的，听我们老大说，杨琪被冀州那边的知府大人看中留了下来。我还有事情，就不打扰于掌柜了。李青说完转身走了。这是杨琪在镇上的几处房契和地契。杨琪想干嘛？看完信中的内容，他心里有点复杂。真是大傻子一个，就不怕我变卖了你的房产去找别的男人吗？傻了吧唧的，蠢死了，迟早被人骗得摇裤都没得穿。唉，这才找个男朋友就要异地恋了。于掌柜看起来有点抑郁，是有什么心事吗？你来干什么？你对我们的汤楼还有什么建议？说出来听听。既然你说要将我的汤名扬天下，那么我们要做就要做得最好，食材必须要新鲜。楼里的人员，不管是厨子还是伙计，还是洗菜的大妈，都必须整洁干净，最好是统一穿一样的衣服，而衣服要有我们汤楼的特色。柳进三听得很认真，特别是在听到说衣服统一还具有汤楼特色的话时，他惊讶了一下。于掌柜让刘某佩服。佩服就不用了，以后给我送钱直接送金子就好，我不收银票。银票方便携带，于掌柜为何不要银票？家有熊孩子，容易给我烧了。柳进三没有信他的话，但答应了他。行，以后送金子。对了，你有汤料理那些药材的进货商吗？我还没有。既然没有，
那就从我这里采购吧，我给你打8折。这可是看在我们是合作伙伴的份上，给你打的8折哦。于掌柜，你可否做个人？我怎么不做人了？柳敬三呵呵笑了2声。回头是不是还会想其他的东西，将我挣的钱抠回你的兜里？哎呦，柳帮主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我怎么可能会将你挣的钱全抠到我的兜里啊？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留媳妇本的。不过讲真话，你要不要从我这儿采购药料啊？不要。柳敬三说完不要2个字后大步离开。哼，不买算了，回头你跟谁合作，我就把我的药材卖给谁，总有你哭着回头求买的时候。走得不是很远的柳敬三脚步一顿，转身返了回来。于掌柜，你这是人干得出来的事吗？那我怎么办啊？我卖给你，你不要，我只能卖给别人啊。那我卖给谁是我的自由吧，而且我也是为了我们汤楼着想啊。所以柳帮主要不要考虑一下买我的货？不买。柳敬三已经决定好了，他要去跟百草居合作，死也不会让这个女人占便宜。晚间3个孩子睡下了，余化也回房间睡觉。他刚躺下又起来。不是要去茅房吗？杵在门口做什么？大哥，有鬼。有鬼，我们看到了。杨子燕站在2个弟弟身后，伸头往外看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也怕了？然后我们仨今晚都来娘这屋里睡。想屁吃，想想还不行啊。娘，你睡了吗？杨子燕喊了几声，里面都没有回声。大哥，娘不见了。杨子燕抿紧唇，沉默了2个呼吸后，一手拉着一个弟弟离开了娘的房间。睡觉。杨子竹打了一个哈欠，钻进被子里，带着困意说：我好像忘了什么事儿。余化在杨琪家转了一圈，该关的门窗给他关上。有点潮，明天得盘出去晒一下。还有被单床单得拆下来洗了。没有睡的杨子燕在听到外面的轻微关门的声音后，便知道是娘回来了。娘就出去了这么一会儿，想来应该是去隔壁了吧。不过齐叔没有回来，娘去隔壁干什么？翌日，杨子燕来后院洗漱，看到盆里泡着的床单被罩，终于知道娘去隔壁干什么了。昨天你齐叔来信，说是可能不会回来了，让我帮他把这床单被罩这些拆下来洗洗，晒干后收进柜子里。齐叔不回来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被冀州那边的知府大人瞧上，留下了。做女婿？这孩子怕是看了什么话本吧？不是。娘，你昨晚跑哪里去了？还有，卷毛仔在家里窝冬不是比在山里窝冬更好吗？余化愣住。没去哪里，就去隔壁帮你们齐叔关了一下门窗。哦。杨子竹应了一声，继续盯着娘。山里有卷毛仔的小宝贝。小宝贝是什么？他媳妇儿。卷毛仔都还没长大，怎么可能会找媳妇儿？他先养着，不行吗？那我也想养一个。这么小就想养小媳妇儿了，还真是长本事了。杨子竹见娘不吱声，他继续说：现在养比以后娶要少花不少钱。哎呦，娘，你敲我头干什么？我看你是在想屁吃，再有这个想法，脑袋给你拧掉。于掌柜，我乃李家管家李来，今日来此是想询问于掌柜，那个汤山的汤方子可否卖给李家？价钱上，于掌柜随意看。来人自我介绍了一通，很直接的说明来意，自顾自的说了一堆，也没有看余化的脸色。于掌柜，在谈事的时候可否认真对待？你……我怎么了？这位管家，你进来就跟主人一样说一堆，我有同意跟你谈吗？还是说你们李府的风气便是如此？于……别于了，汤方子我已经卖了，你们李府若想买，请找斧头帮的柳帮主。李家哪里敢得罪斧头帮？
李来没有再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他匆忙离开。就这样还想谈生意？谈个毛线！下午又来了一个谢家，余化懒得跟谢家人浪费口水，将中午说过的话再跟谢家的人说了一遍，结果谢家人吓得直接跑了。第二天，余掌柜将汤方子卖给斧头帮柳帮主，柳帮主买下飘香楼要开汤楼的事情便传开了。余掌柜，是不是斧头帮的人威胁了你？余掌柜，那飘香楼重新开业后，你这里还卖汤不？余掌柜，余化很感激这些前来询问的人。斧头帮的人没有威胁我，我是心甘情愿卖的汤方子。刘帮主的汤楼开业的话，我这里肯定是不会再卖汤的。但你们放心，刘帮主开的汤楼还是我余善的牌子，汤还是那个味道。余掌柜，你不卖汤后卖什么啊？不做生意了，以后在家好好教子。香敷什么的暂时没有。余掌柜，这是发了一笔大财吗？居然不挣钱了。嗨，发什么大财啊，刚填补一个大窟窿，一朝回到原形。我家老三你们知道吧？那孩子呀，以前腿断了，一直没钱治，耽搁了好几年。今年遇到贵人，那贵人就是百草居的陈掌柜，他大发善心，容我打欠条给孩子治腿。余化看到了陈德元，一点也没有被撞破的尴尬感。陈掌柜，你来说说，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陈德元简单证实了余化刚才说的话。余妹子真的将汤方子卖给了柳帮主？没有卖。陈德元见状便明白了，余妹子是在跟柳帮主合作。那柳帮主不是个善茬，你跟他合作可得小心点儿。知道，陈大哥放心，我也不是吃亏的主。余化今天关门关得早，回到家听到隔壁有响声，他脸一沉。杨琪在院子里顶着寒风冷气洗澡，脱的只剩下了一条四角摇裤。余化爬上墙壁，没想到自己会看到这么让人喷鼻血的画面。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回来啊？走的小路，没从西小接过。杨琪回答完，转身背对着墙上的余化。大冷天你在外面洗澡，是不是脑壳有包啊？也不怕着凉了？我身体好，不会着凉。哦，那之前着凉过一次快要死了的人是鬼吗？余化在线打脸。那是意外。一会儿换好衣服来我家。说完，人从墙上下去。杨琪走进堂屋，眼睛在堂屋大椅上坐着的人身上没有移开。我是不是很好看？跟那知府大人府上的千金小姐比较呢？我没见过那何府的千金小姐，你在我心里最好看，谁也比不上。这甜言蜜语张口就来，杨琪你学坏了呀，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纯情男人了。过了今夜，明日我又要离开，再次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在去往西城前，我也不能跟你来往过密。那个知府大人有意将我培养他的心腹，如果让他知道我跟你来往甚密，肯定会用你跟孩子拿捏我。你不相信我的能力啊？我相信，但我不想给你带麻烦。哦，那你现在的意思是想跟我撇清关系？余化有点坏的故意逗杨琪。我没有想跟你撇清关系的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……杨琪卡壳了。越怕事儿越来事儿，反而坦坦荡荡更安全。你也不用担心那个知府大人会对我们做什么，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，别被带进坑里了。在豺狼身边潜伏生活不容易，稍有不慎就会丢掉自己的命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不用跟我解释。刚才是在逗你呢。杨琪突然有点自闭。今夜你跟紫燕他们挤一下吧，要不然回头我又要给你洗床单那些。或许你去客栈睡也行。我跟紫燕他们挤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杨子墨紧随其后，也跟着喊：娘，
我们回来啦！停在围墙上面的鸟儿吓得扑棱着翅膀飞走。嘿嘿。杨子燕看着那被吓跑的鸟儿笑起来。七叔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下午回来的。娘，你有点偏心。我齐叔一回来你就弄好吃的肉菜，齐叔不在我就怎么样？这小子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赶紧吃，天冷菜一会儿就凉了。余化催着还不动筷子的杨琪，说完自己拿筷子夹了一筷子糖醋里脊肉放在了杨琪碗里。一碗水要端平了，我也要。哪儿都有你。饭后，娘，齐叔哪里去了？自然是回他自己家啦。你找他干什么？不干嘛，我就问问。你看起来很闲。我去劈柴。二哥，你是吃多了吗？三弟，我怀疑你在骂我。我没有骂你。杨子竹眺望三弟的篮子问：捡了几个蛋啊？10个。三弟，你说咱家鸡是不是长得有点快呀？别人家的鸡要长半年才生蛋，咱家的鸡几个月就生蛋了。可能咱家的鸡吃得多吧。他知道这些跟娘有关。娘，齐叔回去了吗？今晚你齐叔要跟你们挤一晚上，你齐叔只住1天就走。齐叔在干什么哟？怎么回来就走了？衙役这么忙啊？你齐叔是男人，他只有努力才能撑起一片天空，保护我们。而且男人不能没有本事，要不然会被人看不起的。娶了媳妇儿还会被说是吃软饭的小白脸。齐叔不是小白脸，没有我们白。别怠闷，我以后肯定不是吃软饭的小白脸。不管脸白不白，你们只要记住，你们是男人。以后若是有了喜欢的姑娘，那就要为她撑起一片天，为她遮风挡雨。不过我可跟你们说好了，咱家不兴那3妻4妾的。以后不管你们站得有多高，咱家都是一夫一妻。若妻35还未生儿女，方可纳妾。当然，前提是确定问题所在。如果是男方的问题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无儿女也不纳妾，女人多了要打架。这是隔壁的钥匙，另外一处宅子位置不远，不过已经出租出去了。收租的时间是年底，你别忘了收。1年10两银子，银子你收了就是你的。知道了。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了。你想说什么就说，别憋着。我跟你讲，这话不说憋着，就跟男人的反正就是不能憋着，容易憋出毛病。差点秃噜嘴啊！好险。既然你让我说，那我就说了。我不在的日子里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看别的男人？那不行，我又不瞎。那你不可以移情别恋。我都没恋谁，我移啥呀？你想干嘛？是想揍我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不信的话，咱们俩比划比划。杨琪有点自闭了。试问喜欢了一个比自己强的女人是什么样的感受？行了行了，逗你玩的。我这个人啊还是比较专一，只要你不背叛，我是不会给你送绿帽子的。绿帽子？就是红杏出墙。我杨琪此生非你画不娶。3个崽子刚过来就听到齐说这话，屋里的余化感觉脸有点烫，他轻咳了一声回了房间，留下杨琪去应对3个小崽子。你们不玩了？齐叔，你啥时候娶我娘？不是娶，娘说了要招个入赘的男人。齐叔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要做才行。你以为我不想做，也得你们娘点头才行啊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坐在这儿不冷啊？再冷也冷不过心冷啊。
咋的？生我气了？没有。我听着好像有。那就有吧，你不哄哄我吗？夜深了，赶紧睡觉吧。梦里大概我能把你哄成宝宝。花花，我明天可能就要走了呀。我知道。我舍不得你。杨琪说着大胆了一些。我怀疑你在占我便宜啊。你可以把怀疑去掉。杨琪厚颜无耻道。你还挺敢说。不过我是不会妥协的，顶多让你摸一下小手，多的没有。花花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虽然想，但我不会去做。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不是就好。早点睡吧，熬夜亏气血。你也早点睡。第二天早上，余化拿了几包种子递给杨琪。这些是一些能够救命的药草种子，你种在你的空间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皇甫玉仙给你的？算是吧，我帮了他忙，他给了我很多药草，互不相欠。杨琪很高兴他会跟自己解释。回头我估计不会再过来，到时候写信给你汇报。行，去吧。余化说完，踮起脚尖在他脸上碰了一下，转身进屋里去了。杨琪的魂又飘了，画画主动亲了他呀。不想走了怎么办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亲了人就跑，是不是不太……不给亲，想打架是不是？我也要亲回来。杨琪说着，双手捧着他的脸，快速在他嘴巴上亲了一口，亲完就跑。只要他跑得快，余化就打不着他。怂货。于妹子，快进来唠唠嗑，咱们都好久没唠嗑了。这还不是乔姐你太忙了，你家木木都跟我说啊，他怀疑你不要他了，整天跑去他爹那里不回来啥啥的。乔氏脸红起来，嗔怪地瞪了余化一眼，连忙岔开话题。你跟杨衙役咋样了？就那样吧。于妹子，今早上你跟杨衙役是不是说了啥呀？我看那个杨衙役魂都没了，我从他身旁走过去啊，他都没看到，站在原地就在那傻乐。你跟杨衙役要是真的互相看对眼了，就赶紧将事儿给办了。我看你家3个孩子呀，跟他也处得很好。不急，听说你将汤方子卖给斧头帮的柳帮主了，你是自愿的还是被威胁的？自然是我自愿的了。我要不是自愿啊，就算他是斧头帮的帮主，也拿我没办法。啊，是你自愿的就好，谢谢乔姐。不过有件事情我倒是想麻烦乔姐。啊，你说，只要能帮我肯定帮。我想买几个铺子。你买铺子做什么？这不能吃不能喝的，你买来做甚啊？谁说不能吃不能喝了？我买来租出去，以后我就靠着收租也能吃好喝好穿暖和了。乔和被惊住了，他完全没有想到还能这样挣钱，真想将于妹子的脑瓜掰开看看。乔姐，你这样会让我怀疑你想吃了我。吃你，我还不如吃我家老贺呢，你有的我都有。余化甘拜下风。你家老贺有人脉，让他帮我打听打听呗。行。娘，你是不是打劫谁了？于妹子，来，这些都是要卖的铺子，我家老贺呀将位置价钱都记下了，明天你休息可以去看看。谢谢乔姐。不用谢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也买了俩，可以说是掏空了家底了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柳帮主来了。之前你说要料8折，还算数不？柳帮主不是不愿意在我这里买吗？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？我思来想去，还是在你这里购买药料比较妥。那我们再签订一份合约。柳晋三点头。次日接近晌午的时候，余化带着3个孩子出门，拿着乔姐昨天给他的那份铺子列表，
他一家一家的过去。一天下来，3个崽子麻木了。回到家，余化看着3个孩子盯着他瞅。你们瞅着我干什么？娘，你是不是打劫谁了？杨子燕、杨子墨没有吱声。你为何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啊？娘若是没有打劫谁，那为何会那么有钱？我帮你们陈伯伯治了几个病人，银子是那几个人的报酬。不过这个要保密，不可以说出去啊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3兄弟摇头。好啦，今天你们跟我走了一天也累了，休息休息。为娘去给你们做晚饭。那我帮娘打下手。我烧火。我去喂鸡喂兔子。行，分工很明确啊。吃饱喝足。我回房歇息去了，你们收拾收拾，洗洗早点睡啊。娘，你都快半个月，晚上没有洗脸、洗脚、洗澡了。谁说我没洗了？我在你们睡了后洗的，不能因为你们没看到就说我没洗。你们闻到我身上有味道了吗？杨子燕率先摇头，接着是杨子墨。杨子竹走过去嗅了嗅，余化翻了一个白眼，推开老二伸过来的头，嫌弃得不得了。一身鱼味儿。为什么娘的身上香香的，而我一身鱼味儿啊？娘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擦了香香啊？可以匀一点给我擦擦吗？没擦，是你容易沾味儿。救救我！小女孩的声音很好听。柳眉英用扫货物的眼神将余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。哟，这是个极品货呀，大妹子，这个丫头是我楼里的人，还请大妹子不要多管闲事。余化感受到小丫头抓着她的手紧了很多，琢磨着救还是不救呢？婶婶救救我，婶婶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会洗衣做饭。听着小丫头说了很多自己会的话。根据西朝刑法，除去自愿卖身之外，人口是不得买卖。这个小丫头应该不是自愿迈进春花楼的吧？我跟着娘上街，有人捂住我的鼻子，醒来后就到了这里。婶婶，你救救我，我给你家干活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奉劝大妹子一句，别多管闲事，小心惹祸上身，最后搭上了自己。瞧着大妹子还是个清白之身，长得好看，身材也好，想来我春花楼里的那些客人会很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呢。哼，今天这事儿我还就管定了。说着就将小女孩抱起来。柳眉英对身旁的2人使了个眼神，两人立即向余化过去。他们还没碰到余化，就被余化2脚踹飞了出去。我现在去衙门，这位红不红绿不绿的大妈想要这个小丫头，可以去衙门领人。春花楼对面的春风楼，倚靠在门边的2位年轻俊男没忍住笑出了声儿。可不可以不去衙门？当官的都是坏蛋，每年爹娘种的粮食都被搜刮了去。放心，桃花镇的官老爷狗是狗了点儿，也有点毛病，但他是个好官。你跟他说你家在哪里，会有人将你送回家的。这女人疯了吧？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诋毁钟大人，也不怕传到钟大人耳中，回头给他判刑。被踹飞出去的2名打手又叫了几个过来，他们将抱着小丫头的余化团团围住。给我抓住他，上个从我柳眉英手里抢人，还活得好好的嘞。柳眉英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。被打断话的柳眉英差点被气吐血了。没一会儿，7、8个打手全都在地上哀嚎：起来，一群废物跟没吃饭一样。气得跳脚的柳眉英开始口无遮拦。余化抱着小丫头快步离开了。余化直接去了衙门，走进衙门，迎面看到了李兴。
不等李欣开口，他就把小丫头塞进了李欣的怀中。这是我从春花楼老鸨手底下解救的小丫头，给你们衙门送过来。不用谢我，我还有事情，就先走了。谁啊？是我，衙门里头的李欣。小丫头，我先走了。李欣说完，麻溜地跑了。余化打开门，刚好看到准备跑掉的李欣。站住！李欣立即停住，他转身笑呵呵的。于掌柜，这孩子只知道他住的那个村的村民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这衙门里全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他一个小丫头住着，不合适啊。那可以安置在你们大人府上，小丫头吃不了多少，不会把你们大人吃穷的。哎呦，大人也是这样想的，可这个小丫头谁也不愿跟，就想跟着于掌柜你呀。我一个寡妇带着3个孩子，本就养得很吃力，现在又给我塞一个，你们衙门是想逼死我吗？于掌柜放心啊，大人说了，不会让你白养孩子的。孩子的吃穿用度，回头找到孩子的家在哪里后，一次性给于掌柜结清。李衙役，你看我像傻子吗？我也不占便宜，1个月1两银子，先给后养。1个月1两银子，会不会多了点儿？不多，这是少的了。我回去跟大人请示，小丫头劳烦于掌柜照顾一下。钱到位就行。一定到位。为什么要跟着我？婶婶救了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徐婉。几岁了？8岁。家里有什么人？有爹，有娘，有弟弟。那你爹娘待你好吗？好。什么仇什么怨，要毁一个8岁的小女孩？婉这个名字，乡下人就不会取。那么只有一个可能，小丫头一定不是普通的农民，肯定是仇家。你没有跟衙门的叔叔说这些啊？说了。那是今天那个送你来的叔叔撒谎骗我了。徐婉望着婶婶，犹豫再三，最终点头。很好，下次李欣过来，他一定要好好算账。有婉儿的消息吗？没有。妇人一脸愁容。婉丫头虽然不是她跟大山的亲闺女，可这么多年也是当亲闺女养活的呀。大山，你说婉儿会不会已经……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不见了就不见了呗，赔钱货一个，还有什么好找的？滚！快半个月了，那个丫头肯定已经死了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？我叫徐婉。我回来了，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咱家的新成员，她叫徐婉，今年8岁。那她睡哪里啊？我会在我房间弄个小床。杨子珠没有意见了。就这样，小丫头在他们家住了下来。一日，3个孩子出门的时候碰到上门而来的何相武，3兄弟叫了人后便去上学了。余化将人请进来，很直接地说道：李兴昨天骗我说，小丫头只知道她住的村名，不知道小珍的名字。这个是他的不对，不过他已经遭了报应。什么报应？昨天回去的路上摔了一跤，把腰给摔到了，估摸着要在家里躺半个月。那摔得还挺严重啊。何大哥今日来此是有什么事吗？何相武拿着10两银子，双手递上前。什么意思？何相武见他不接银子，便将银子放在一旁的桌子上。大人已经派人去打听哪些地方有名叫富贵镇，又叫太平镇，所以于妹子可以放心，不会让你养很久的。那你们尽快。一定一定。还有一件事，春花楼那边于妹子也可以放心，不会来找于妹子你的麻烦。余化本就没有把那个红配绿的老鸨放在心底，这会儿听何相武提起，轻点了一下头。时间一晃到了12月中，这天是杨子墨的生辰，
跟之前杨子燕过生辰一样，她做了一个蛋糕。准备切蛋糕的时候，衙门来了人，同来的还有一位有将士之风的男人跟一位农汉。爹！徐婉看到农汉，拔腿奔了过去，跑到农汉跟前，抱着农汉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我还以为怎么的也得1年半载才能找到呢，没想到半个月就找到了。你们衙门的办事效率什么时候这么高了？也不全是我们衙门的功劳，是这个小丫头亲生父亲的功劳。亲生父亲？余华看向一旁眼睛已经嵌入小丫头身上的男人，何相武点了一下头。余华微张着嘴巴沉默了。听衙门的人说是你救了小女，谢谢，也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。不用谢。可否一步谈谈？余华点头。日后若有麻烦，可凭此牌去西城临将军府求助，1000两是小心意，感谢夫人救了小女。身上只带了这些钱，等回西城后差人再送。不用。余华拒绝了。他虽然贪财，但取之有道。过了一会儿，农汉牵着徐婉进来。徐婉已经知道了林元就是他的亲爹，他没有喊爹，就站在亲爹跟前看着亲爹。不用怕，为父不识人。这是个不会聊天的人呢。一盏茶的时间后，徐婉被带走了。啥时候带我们去山里狩猎？杨子竹、杨子墨听完大哥的话，看向他们的娘。明天吧。不能现在就去吗？二哥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们不准备好就去山里，就是给山里的猛兽送菜。子墨说的没错，不做准备去山里就是送菜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家人出门。乔氏打开门，看到门外于妹子一家穿着束装。乔姐，我带着孩子进山，估计得有几天才能回来。这是我家门的钥匙，麻烦乔姐帮忙照顾一下我家的鸡跟兔子。兔子吃的料，你家木木知道在哪里。这么冷的天，你带他们进什么山呢？他们要去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而且他们也只有这个时间段有空去山里。乔姐放心，我都有准备好的。行吧，我帮你看着。你跟孩子要早点回来啊。余华笑着点了一下头。余华手里有龙山的地图，所以他带3个孩子要进的是龙山。进入龙山地界没一会儿，就遇到了一头野猪。余华挑眉，甚至有点吃惊。看来他上次进入龙山顺畅无比是特例。爬树！他一声令下，杨子燕、杨子竹、杨子墨3人跟猴似的爬上了树。娘，你快上树啊！看好了，为娘今天跟你们上一节实战课，等遇到下一只，就是你们实践的时候了。不等3兄弟开口，他们看到野猪要撞上娘的时候，他们娘侧身躲开了。同时他们还看到他们娘又快又准地将匕首插进了野猪的脖颈处，转了一圈。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颈部都有大动脉血管，大动脉血管一旦被割破，血就会哗啦啦的流失，血是不可缺少的东西。余华一边跟返回来的野猪战斗，一边跟树上的3个儿子讲解。3兄弟在野猪倒地抽搐的时候从树上下来，他们走到娘身边，一脸崇拜地看着他们的娘。娘，你好厉害啊，2下就把他杀死了。杨子竹式的彩虹屁开启。杨子墨点头。娘，你超级厉害，帅呆了。也就一般厉害吧。刚才我跟你们说的话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3兄弟点头。既然记住了，那就走吧。这头野猪不要了吗？你扛。杨子墨没有说话，就盯着娘。余华不明白子墨为什么盯着他看。你扛？我哪里扛得动啊？那你是觉得你娘我扛得动？这么大一头野猪，就这样丢在这里，好可惜啊！有舍有得，别看到什么就舍不得什么。这里血腥味太重，一会儿指不定引来其他凶猛的东西。走了。娘呀，有蛇！娘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
余化顺着紫燕指着的方向看过去，看到那边在动的树枝，他微眯双眼细看，有2头野猪，它们好像是在交配来着。走吧。还有小猪仔，大的扛不动，小的我能扛2只。余化嘴角抽了抽，不为所动地说：走。走不了。杨子燕看着叠在一起的2头野猪分开，看向了他们这边。紫竹、紫墨上树，紫燕跟我一起猎杀，1人1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杨紫竹跟杨子墨很听话的上树，上树后的杨紫竹眼睛没有离开过小猪仔，一直盯着。紫燕盯着向他冲过来的野猪，脑子快速运转，已经在开始演练了。余化这边不仅要盯着冲向他的野猪，还在注意着紫燕那边。树上的杨子墨非常紧张，特别是野猪快冲到大哥跟前的时候，他不敢看，他闭上了眼睛。第1刀，杨子燕插中了野猪脖子，他转动匕首的同时转身向后退。另一边的余化看到成功的紫燕，嘴角上扬，没有白交。树上的杨子墨睁开眼睛，看到完好的大哥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转头看向了2哥。咻的一声，杨紫竹头顶上的黑色蛇被射中了脑袋，钉在了树干上。娘呀，有蛇！他这一叫吓得杨子燕顿了一下，结果反应慢了。刚杀死另一头野猪的余化看到，冲过来推开紫燕。二哥小心！对着野猪就是射，接着在地上滚了一圈，看不见的野猪加上伤势很重，最终倒地。吓死我了，刚才差点以为自己要没了。他说完转头看向刚才他待的那棵树上面。3弟，多谢了。3弟的箭术还挺准的，我刚才明明瞄的是野猪的脑门，结果戳眼睛去了。亏得你歪到眼睛去了，要不然你现在肯定被野猪顶死了。回去后好好练练你的准头，一次幸运是你运气好了，好人不可能次次都这么幸运。我肯定好好练。我逮着了1只，中午咱们可以吃肉了。我也逮了1只，感觉怎么样？刺激。心大，缺根筋，缺心眼儿。杨紫竹撇嘴：娘，我去抓小猪崽了。你们去帮忙，别让他一个人跑远了。杨子燕、杨子墨没有多想，点了一下头便去了。余化在2人走远后，将2只死透了的野猪丢进空间，上树将子墨定住的那条毒蛇也收进空间，向3个孩子追去的方向走去。我逮着了1只，中午咱们可以吃肉了。我也逮了1只，不错，今天1天的伙食有了，一会儿找个有水的地方杀了烤着吃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杀猪呀，笨死了。杨子墨说完，用自己的匕首手起刀落，果断得很。扑哧，被按着的小猪仔尖叫起来。这还是我家可爱软萌的小3吗？杨子燕微挑了一下眉，她很欣赏3弟杀猪的果断狠劲儿。再看2弟，拿着匕首还在那儿瞄位着，因此他抬脚过去，用自己手里的匕首替2弟杀了这头野猪仔。按住！杨紫竹按住差点挣脱的野猪仔，傻傻地看着大哥。余化心底叹了一口气，感觉自己好像给孩子打开了什么奇怪的大门。半个时辰后，找到了一个水源。你们仨自己打整这2只小野猪，在野外啊，这些也需要学会自己弄。我弄1只，2弟、3弟，你们2个弄1只。等3兄弟打整干净2只野猪仔，是半个时辰后的事情了。娘，可以走了。余化起身拍拍屁股。我们先找个落脚的山洞，这是龙山的地图，你们看看。接下来你们带路，我跟着你们走。而我给你们发放的第1个任务，就是找山洞。娘怎么会有龙山的地图？从你们陈伯伯那里得来的地图。之前给子墨采药，与他们一起，多亏了他们，要不然你们娘我也不可能顺利的采到药。余化又开始忽悠了。杨子燕半信半疑，没有全信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在这里啊？
余化伸头看了一眼紫竹指的位置，唇角上扬，笑道：“没错。”杨子燕看到图纸边缘的注释，心里大概清楚距离最近的山洞位置，收起地图，打头往前走，在到达第一个山洞，确定山洞里没有危险后，便在这里安定下来。娘，我的手好痛啊！余花看了一眼子墨的手背，她取下腰间的水囊，拔开塞子，用水囊的水清洗子墨手背上的伤。娘，会留疤吗？你是男孩子，留了疤也无碍。不行，不能留疤。娘喜欢好看的人儿，怎么能留疤呢？放心，不会留疤的。小小年纪就爱美，长大该不会是个臭屁的男人吧？余化脑补了一下，接着他抖了抖。娘，你是不是冷啊？我去捡柴生火。娘，你削木棍干什么呀？插猪啊？难不成你一会儿用手拿着烤啊？哦，那我帮娘削。余化抬头看向在弄树杈的紫竹，跳脚去了另一边。他走了很远，确定紫竹看不到他，闪身进了空间，抓住正在玩兔子的卷毛仔离开了空间。杨紫竹这边也弄好了4根树杈，正准备回山洞里，看到娘身后跟着的卷毛仔，他眼睛睁大，大喊了一声卷毛仔后就跑了过去。山洞里的杨子燕跟杨子墨听到卷毛仔3个字，纷纷从山洞里跑出来。哦，卷毛仔，我好想你啊！是卷毛仔自己找来的吗？他不知道他应的时候，杨子墨抬头看了他一眼。杨子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，卷毛仔被娘收起来还能再放出来，那自己被娘收起来是不是也可以啊？余化感觉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他，他垂眼看过去，结果看到子墨两眼冒着星星的看着自己。子墨，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没什么。大哥二哥在这里，他不好说。野猪仔还要不要烤了？要烤。那就别在这杵着了，回山洞吧。烤猪的活就交给紫竹你了。好，娘你放心，我烤的猪肯定好吃。这是什么？烤肉的佐料粉啊！哼，这些是烤肉的灵魂，进山怎么能少了这些？不愧是吃货，第一次烤猪，要是不好吃，你们温柔点说，别说太狠就行了。一大二小点头，对于紫竹的厨艺，他们还是相信的。毕竟紫竹在厨艺这方面的天赋，他们见识过了。半个时辰后，香味四溢的烤野乳猪好了。看着吃饱喝足，在火堆边懒洋洋的3个孩子，余化开口道：这个山洞就是我们接下来落脚休息的地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就在这个山洞附近采药狩猎，回头换的钱除掉我的保护费用，剩下的全归你们所有。保护费？我保护了你们的安危，你们不应该给我报酬吗？可你是我们娘呀，娘保护儿子不是应该的吗？这话3兄弟心里都有，但谁都没有说出来，因为他们想了想，觉得娘收保护费好像又没什么毛病。既然你们不吱声，那我就当你们默认了，我也不收多了，只收你们1成的费用。3兄弟点头表示答应了。娘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收你们伙食费啊？可以收，但前提是食材柴火什么的都是你一人所为，要不然你凭什么收我们伙食费啊？娘说的没错。而且你没有盐了，接下来你拿什么做出好吃的食物出来呢？我就问问。吃饭的问题我们一起弄，就不算账了。卷毛仔，你就在这里守家。哇哦，我不要守家。你要是闲得慌，可以捡点柴火堆在山洞里，回头给你吃血藕。一听有血藕吃，卷毛仔就很乐意守家拾柴了。天黑的时候，余化跟着3个孩子回到山洞，3人抬着一只鹿，还有一只雕。余化没有进山洞，他在3兄弟进山洞后，去了一旁有遮掩的地方，进去了空间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
就是第一晚跑进娘房间，我刚准备睡，娘突然凭空出现。娘是天上的仙女吗？算是吧。那娘以后还会回天上去吗？大概等我历劫完就会回去吧。余话说完，牵着他进去山洞，吃饱喝足，累了一天的杨子竹第一个在娘的指导下钻进睡袋睡觉。你不困啊？杨子墨摇头。娘，你可以让我进去卷毛仔之前待的地方看看吗？这孩子挺有探索精神，也不怕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他伸手抓住子墨的手，带子墨进空间。子墨只感觉自己眼前一花，突然的光亮让他不适应，看着眼前春意盎然与五谷丰熟并存的景观，他张大了嘴巴，久久没有合上。大骗子主人明明说一会儿带我去见尸，可大骗子主人挖了藕摘了果子就跑了，超级无敌大骗子一个。这里的时间跟外面的时间一样，不同的是啊，这里没有白天黑夜。你要在这里睡还是在外面睡啊？娘可以将大哥二哥弄进来睡吗？这里暖和，不会着凉。可以，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弄进来。紫燕睡得不沉，在感觉有人抓她时就睁开了眼睛。此时她坐起来，有些呆着地看着娘消失又出现，侧头狠狠掐了睡得跟死猪一样的二弟一下。啊，谁要是不救的话，那就等他死了，我们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搜了吧。娘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的空间。时候不早了，睡觉吧。有什么疑惑明天睡饱了再说。他说完钻进睡袋。子墨逛到河边喝了口水后精神抖擞，他洗了一把脸回来，没离河边几步就与大哥碰到。大哥，这里是何处啊？什么是空间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但娘承认了，她是天上的仙女，下凡来历劫的。这里应该是娘随身携带的利器吧？杨子燕微微拧眉。罢了，回去睡吧，明天再问娘。我睡不着，我刚才喝了那个河里的水后，精神抖擞，河水全跑了。东跑跑西摸摸的紫竹路过这里，听到了三弟的话，直奔河边。跑到了河边，洗干净手捧水喝。这个水，咱们每次吃饭的饭菜里就是这股香甜的味儿。三兄弟坐在河边，半个时辰后，杨子竹困意来了。我去睡了，明天还得干活，不睡觉扛不住。好香啊！醒了啊，去洗漱，洗漱好了再过来吃早饭。吃过早饭，余化将三个孩子带出空间。环境突然转变，三兄弟还有点缓不过神。准备好了的话，就带上你们的装备出发吧。我们这次只待7天，7天后打道回府。趁着过年前物价上涨，将东西处理了，然后过个富裕年。时间一晃，7天过去了。余化带着三个孩子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龙山回桃花镇。离开山洞，杨子竹感觉肚子不太舒服，跟娘说了一声后，找了一个地方解决。解决完，他站起来，看到下方不远处似乎有个人。娘，这有个半死不活的人，咱救还是不救啊？余化带着紫燕子墨过来，看到地上躺着的人，只觉得眼熟，可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娘，这人咱们救还是不救啊？要是不救的话，那就等他死了，我们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搜了吧。刚被子墨掐人中掐醒过来的萧逸峰听到这番话，差点再次气晕过去。谁家的孩子怎跟土匪一般？你不能晕啊！你要是晕了，我们可就一走了之了。夫人若救我一命，我可为夫人做事1年。你的命好像也不太值钱啊，1年能做什么？这一家子真不愧是一家人。5年10年。余化无视萧逸峰难看的脸色。被我劳役10年，你绝对大赚。你这个毒啊，
估计还能再撑一盏茶的时间，不急。子墨蹲在萧逸风旁边，剥橘子的他看大叔咽口水，剥好后掰了一半喂给大叔吃。可不能做个饿死鬼，吃吧。这一个个长得人模人样，怎么说出来的话杀伤力这么强？这橘子你们哪里摘的？大叔喜欢吃这个橘子。萧逸风只觉得后面有坑，但他还是忍不住点了一下头。那我再分一半给大叔吧，毕竟大叔只有一盏茶时间的生命。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别老提醒我快死了？你想要我干什么？不会让你干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我之前在哪里见过？半个月前春花楼，我是对面春风楼的人。啪嗒，杨子燕手中没吃完的橘子掉地上了。她抬头望着娘，杨子竹也抬头望着娘。这春风楼、春花楼都是干什么的呀？余话想起来了，这货可不就是当时倚靠在春风楼门口吃瓜看戏的小官吗？你好好的生意不做，跑龙山来做什么？听闻皇府少主几个月前在龙山寻得御仙草种子，我便来碰碰运气。谁曾想御仙草没采得，倒是中了毒。要不是我有内力，这会儿已经是那些畜生口中的食物了。内力？余华突然打起了小算盘。所以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？要是想死的话，我们就走了。自然是不想死了。10年换你一条命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大赚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萧逸风听着他巴拉巴拉一堆大道理，刚恢复一点的气力顿时被消减了。行，10年就10年。余华见他答应了，握着的手张开，手指间出现了一颗黑色药丸。萧逸风吃了解毒丸，没一会儿就起了反应。一盏茶的时间后，萧逸风站起来。如此厉害的人，若是拉拢的话，规格重现于世，指日可待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姓萧，名逸风。名字挺不错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负责教我家3个小子习武，这是你第一项任务。萧某是个信守承诺的人，不过还请于夫人给萧某一点时间处理一下，待萧某处理好了，就会去寻于夫人。习的是鼓舞，内力跟轻功，知道吧？萧叔叔好。杨子竹非常上道的喊人，杨子墨一下就 get 到了。学二哥也喊了一声萧叔叔好。杨子燕沉默不语。不跟的话，是不是显得不合群？算了，万一有人瞧上了我，把我拉了去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怎么样，我家3个小子是不是很乖？拥有3个这样的徒弟，是不是特别棒？这老大老三一看就是黑芝麻蟹，也只有老二看起来像是正常的孩子。我们就不跟萧兄弟一起出山了。说完，招呼3个孩子走了。娘，春花楼、春风楼是干什么的呀？余华听到这个问题，一个没留神儿，被脚下的一根树根绊了一下。婉婉就是我从春花楼老鸨手里救下来的人，当时我就路过那里，没有去过什么春花楼，也没有去过什么春风楼。娘，婉婉她回去后不会有事吧？不会，亲爹能够这么快找来啊，说明是个有本事的人。所以春花楼是妓院，那春风楼是干什么的？杨子墨突然丢了一个炸弹，炸得余华外焦里嫩呐，一时愣住，忘记了回答。春风楼是小官楼。大哥，你打我干啥？难道娘你不要齐叔了？这怎么又跟杨琪扯上关系了？听闻小官楼里的男人长得好看，娘，真的好看吗？咋的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好奇嘛。那赶明儿让你们刚认的萧叔叔带你们去逛逛，长点见识。有我俩啥事？算了，万一有人瞧上了我，把我拉了去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
老二这是有多大的自信啊？三兄弟就他长得最丑。春花楼跟春风楼解释清楚后，是询问人真的能跟武侠话本一样飞檐走壁等等之类的话。余化边走边跟他们说，时间就过得飞快。乔氏家的门被敲响，当贺木木打开门看到门口的4个人时，嘴巴张得老大，久久未合上。你们这没受伤吧？没有，都挺好的。余化说着，侧身手伸进了紫竹的背篓里，从底下掏出2只兔子给乔氏，打打牙祭。哎，使不得。乔氏拿着吧，我们还有。进来烤烤火，我给你们呀煮碗红糖姜鸡蛋汤暖暖。我们回来的路上买了包子吃，现在只想回家洗洗睡一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明日再去找于妹子。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啊，说出来让我也乐乐。嘿嘿，我叔啊，他大概又要被我奶催着娶媳妇了。娘，我们放在你那里的猎物怎么弄出来呀？这个我已经想好了，一会儿梳洗好了去买辆马车，然后牵着马车到小镇外面晃荡一圈。娘，可以给我买匹马驹吗？你要马驹干什么？学骑马。可是马很贵耶。我们可以写欠条，等卖了猎物还给娘，不够的话下次我们再进山弄。余化失笑，老二这脑子有时候灵光，有时候不灵光。别后悔啊。不后悔。不后悔就行。不过你们也不要抱太大的期望，桃花镇卖马的地方不一定有小马驹啊。我们可以等，只要能拥有自己的马，他们可以等的。愿意等就行。背篓里的药草都整理好了吗？整理好了。整理好了就去拿衣服洗澡去。你们大哥应该烧好了热水了。兄弟2人点头，转身离开娘的房间。发生何事了？大哥，娘答应给我们买马驹了，我们就要有马了。我们用卖猎物的钱买，不够的话娘先垫着，回头我们还得还。杨子燕听完2个弟弟的话后明白了，她没有说什么，算是同意跟他们一样买马驹。半个时辰后，一家人改头换面的出了门。哪个姑娘想不开要嫁给他？陈修皱了皱鼻子，边领路边说，是少主前未婚妻的妹妹。关系有点复杂。这家人是非要嫁一个女儿给皇甫玉轩吗？皇甫家跟葛家3代结亲一次，少主他是非娶葛家之女的，别无选择。哎，小修子，桃花镇的马是什么行情啊？先打听打听，回头好讲价。对于小修子这个爱称，陈修还是能够接受的。听于姑姑问马的行情，他立即将桃花镇大小马、老马、年轻马的价格都一一说给于姑姑听。于姑姑要是不急的话，回头可以让我叔给他们驯良马，镇上买的那种普通马驹没有必要。于化回头看向自家3个儿子，你们怎么想？我们等陈伯伯驯良马。他们不傻，普通马跟好马，他们肯定是要好马了。那我回头写封书信给叔，等他回来的时候大概就能见到马了。那陈伯伯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年初吧，应该到不了2月。这到了年关呀，参加了少主的婚宴，少不得回本家一趟的。然后大叔大概又要被奶奶催着娶媳妇了。想到这个，陈修就想笑。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啊，说出来让我也乐乐。嘿嘿，我叔啊，他大概又要被我奶催着娶媳妇了。学到没？学到了，喜欢也不能表现出来。讲价要大胆砍，脸皮要无敌厚。陈小少爷怎么来了？买什么回去杀了过年吗？不是，是我这姑姑要在你这里买一匹马。怠慢了夫人，不好意思。不过夫人今天来得巧，今天刚到了几匹马。夫人若是不嫌弃，可以随小的过去看看。要是嫌弃，还能进这里？一盏茶的时间后，伙计泪送于化一家。于姑姑啊，你这买了1次马，等下次来，估计看到你就要把门关上，
不做你生意了。怎么会？我又没有让他们亏本。余化厚颜无耻地说完后，对3个孩子说：学到没？学到了，喜欢也不能表现出来。讲价要大胆砍，脸皮要无敌厚。咦，杨子墨咧嘴对着娘笑。没错，你们总结的不错。不过在女孩子面前可不能这样啊。为什么？会娶不到媳妇儿。给我吧，我们要出阵。好。陈修没有问于姑姑出阵做什么，输给他们认的这个干姑姑本事好着嘞。娘，这些怎么卖呀？不会吧，你们的猎物让我卖啊？此话一出，3个孩子人傻了。不会吧，娘，你不会让我们自己卖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书院卖东西的事情。娘在我身上安了眼睛吗？鉴于你已经掌握卖东西的精髓，今天这些猎物啊，你们自己卖。官爷，门外有2个孩子找你。可有道名字？没有，但其中一个大一些的孩子说他娘救过您。萧逸凤知道是谁了。这都快晚上了，怎么这里这么冷清啊？都没有客人。没有客人，他们喝西北风吗？二哥，你是不是傻？你以为来这种地方的人能跟我们一样光明正大的来吗？也是啊。你们怎么来了这里？萧叔叔，你这里有锣吗？没锣的话，借个铁盆跟擀面杖也行。你要锣干什么？揽客呀，我们在山里打了不少猎物，趁着近年了卖个好价钱。猎物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有。杨子竹连忙打断3弟，那真是多谢萧叔叔了。不过萧叔叔你要得完吗？没事，春风楼人多，你那点估计2天就能吃完。既然萧叔叔你这样说了，那我也就不劝了。我领萧叔叔过去看看。萧叔叔，你自己算一下多少银子？我不知道价格，但我相信萧叔叔你不会坑小孩的，对吧？放心，我还没有无耻到坑小孩。你是没有无耻到坑小孩，可小孩未必不坑你啊。对对对，叔叔们每日操劳，不好好补，身体会被掏空的。盆跟擀面杖都没有吗？不用借了，萧叔叔说他把我们的猎物全包了。萧叔叔，你看看这些能值多少钱？杨子竹说完跳上马车，当萧逸凤看清楚那个满满当当垒起来的猎物，嘴角抽了抽。他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杨子竹瞅着萧叔叔看了后便不吱声了。萧叔叔，你是不是想反悔了？没反悔。余化忍着没笑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不过他倒是被子竹的骚操作给惊呆了。既然没反悔，那我帮萧叔叔把马车拉过去。杨子竹笑着从马车上跳下来，牵着缰绳，领着马车去往春风楼。这3兄弟就没一个正常的，全都坏得很呐，也不知道随了谁了。拿500两银票来。萧逸凤打断清风吩咐：拿500两银票干什么？临走前给楼里的兄弟们买点野味，大家补补身子。对对对，叔叔们每日操劳，不好好补，身体会被掏空的，到时候就不能做生意了。虽然他挺好奇男人怎么做男人的生意，可目前把马车里的东西交出去才是正事儿。余化没眼看子竹了，索性看向别处。他看向了春花楼，瞅着对面被贴上封条，不由得吃惊。春花楼被封了？春花楼是被一位大人物给弄了，100年的春花楼就这样没了，还挺不习惯。余化瞅了萧清风一眼，这位就是当时在门口吃瓜的另一位。不过这人看到他就很兴奋，这很有问题，因此他看向萧逸凤。我刚回来没多久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于掌柜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你，让你这般不待见我？要是由你说出来，我改还不行吗？这位官官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说的话奇奇怪怪的。
萧清风也是很有眼力劲儿的人，知道自己现在不讨于掌柜的喜，便转身去拿银票。萧叔叔，你看这些是不是找人搬进去啊？东西放在马车里不保险呀。出来搬东西。是官爷。8个长相俊俏的小官纷纷出来。紫竹笑看着马车里的东西一件一件被搬进了春风楼，人都快笑傻了。谢谢，合作愉快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娘，东西卖完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吧，我饿了。杨紫竹将银票递给娘，余话没有客气，接了银票后对萧逸风说：记得早点来上工啊。上工？那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个武侠画本里一样，飞檐走壁一蹦老高的那种？贺嬷嬷打开房门，看到对面大门开着，准备去于婶家玩的她抬脚走向对面。你是对面人家的小孩吗？贺嬷嬷点头，抬脚刚要进去，领子却被人抓住了。娘，来了新邻居，是一位叔叔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孩子野得很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没有，我姓萧，以后就住在这里。我是对面的，夫家姓贺。乔氏客套2句后，将自己儿子拖走。你不是要去找紫竹他们玩吗？帮我拿点东西，咱们一起去。拿什么呀？你奶奶弄的干货，还有炒花生、野板栗。乔和说了很多。我同你们一起去串门，认识认识于氏。萧逸风看见这家人去串门，然后他也抬脚跟上去。萧叔叔，你也是要去于婶家吗？我与掌柜认识，是他请我来教3个孩子习武的。来到于画家门口，他敲门，杨紫竹冲了过去，打开门看到是乔婶跟木木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奶奶。贺奶奶，乔婶儿，外面冷，来屋里请。哟，你就是紫竹吧？奶奶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当然是我说的了，你家就你最跳脱。默默，后面那个叔叔是谁啊？啊？贺嬷嬷愣住。不是你娘请来教你们习武的师傅吗？这次换紫竹愣住了。萧叔叔？是我。你的脸咋变了呀？这人的脸还能变的吗？他真是你娘请来教你们习武的师傅呀？是我娘请来的师傅，教我们怎么飞。什么叫教你们飞？轻功这2个字很难记吗？是轻功。哇，那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个武侠画本里一样，飞檐走壁一蹦老高的那种？就是那种。那我能跟你学吗？我可以交银子。这个需要问过你们父母，你父母要是允许你学，那我便能教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问我娘。贺嬷嬷说完往堂屋跑去。乔姐，你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啊？那你之前还塞了我那么多红糖，这好东西啊都没1块红糖贵。这也是我婆婆的意思，这是我婆婆，姓陈，陈婶好。你也好，你瞅着真好看。您老也好看。哎呦，都好看，都好看。娘，我要跟萧叔叔学上天。哎呦，轻功这2个字很难记吗？砰砰砰！来了，别锤了，锤坏了赔钱啊！你比我想象中快啊。脸的问题暂时不谈。对不起，他的脑意识第一反应就歪了，但很快就拉回了脑子。我现在就住在水龙巷，贺家对面那户，以后每天让孩子去那里习武就行。一会儿就让他们跟你过去。娘，我也要习武。你别想一出就一出的。娘，我这次真的认真学，绝对不偷懒，你就让我学嘛。萧师傅啊，还收徒吗？萧逸风看向于掌柜。看我做什么？你想收就收啊。还是算了吧，这孩子呀3分热度，
我这次真的不是3分热度，娘，你让我学吧，我保证，我发誓。男人的誓言是狗屁。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。你们瞅我干啥？这话是我娘说的。然后大家都看向余化。也有个别好的，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哦，那我们肯定是好的那一类。木木要学就让他学吧，总要尝试之后才知道行不行。是的，孩子想学可以试一试。你好好学啊，别又学几天就不学了。说完问萧一峰：啊，拜师费多少啊？拜师费就算了，习武很辛苦，要学就要好好的学。3天打鱼2天晒网，你肯定上不了天。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嘴上说没用，得靠行动力。萧一峰还是挺喜欢活泼好动的贺木木的，让他整天面对于掌柜家心眼多的3个小子，感觉自己什么时候被坑死也不知道。转眼到了30这一天，贺木木终于在天快黑的时候摸到了那道门。唉，你的资质很差，你要是想飞上天不摔下来，以后得勤奋练功才行。明天就过年了，初6前不用来我这里。师傅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有了，回去吧。那师傅再见，明天我早早的过来给师傅拜年。萧一峰笑了笑，这个小子倒是提醒了他准备红包还有零嘴儿。半夜杨琪归来，站在余花门口捶门，砰砰砰，我去开门。砰砰砰，来了来了，别捶了，捶坏了赔钱啊。杨子竹打开门，看到门外满脸笑容的齐叔，他啊的叫了一声，转身对着屋里喊：娘，我齐叔回来了。齐叔，你怎么不早点回来？这么晚了回来看得见路吗？后出来的紫燕很懂事的把马牵去了后院，余化则是在游神。画画，你回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要是没有吃，我去给你煮。杨琪感觉余化的眼神有点闪躲，不知怎么的，他突然有点慌，但孩子在这里，他也不好问什么，只能道：好，辛苦你了。就算找到媳妇儿，生的儿子也不是齐叔你的。齐叔，你回来待几天啊？3、4天。这次回来再离开就要去西城了，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，少说也要半年。齐叔，你怎么这么忙啊？对呀，才3、4天，哪够啊？我要去考武士，等我考完就能回来了。考武状元，能当大将军那种吗？不过能不能当大将军，得有本事才行，没有本事的人可当不了将军。那齐叔，你想当将军吗？那自然是想了，要不然我去考什么武士？那齐叔你加油啊！等齐叔你当了将军，回头我是不是能够走个后门啊？不行，咱们西朝武将必须参加武考，不参加武考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做起。那齐叔要是考上了，还会回来吗？子墨问出了至关紧要的问题。齐叔，你应该不会做娘说的那种渣男吧？你们放心，不管将来有什么成就，都不会抛弃你们娘跟你们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变了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媳妇儿，就算找到媳妇儿，生的儿子也不是齐叔你的。杨琪无语了。给你煮了一碗饺子。辛苦了。杨琪接住碗筷，埋头边吹边吃，这是他第一次在过年这一天吃饺子。锅里还有，你们也去吃一点，吃完就去睡觉了。不是还要守夜吗？那你吃不吃嘛？子墨起身过去拉二哥一下，真是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紫竹被拉拽走了，堂屋里留下了2个人。你上次给我留的米，我给卖了。回头我再给你留1屋米。不用了，
米放在那里容易招老鼠，也容易生虫。回头我给你弄个粮食柜子回来，米放在里面，老鼠进不去。那也会生虫子呀。弄点防虫药就可以了。杨琪不依不饶，反正他就是要给他留米。这是大人赏给我的夜明珠，送给你。余化伸手拿在手中看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夜明珠。我很喜欢。听到他说很喜欢3个字，杨琪便放心的笑了。你这次待多久啊？3、4天。今天你跟紫燕他们睡，明天我就请媒婆上门下聘，把婚事定下了。大年初1会不会不好啊？只要你不觉得不好，哪天都合适。杨琪笑道，心里很开心。你要是能找到媒婆，那就随你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杨琪说完，起身跑出堂屋，跑出大门。这家伙该不会现在就去找媒婆吧？